旅行社14天瑞士深度旅游，每个人要价25万元起跳。这次我们每个人花了12.6万元，玩遍了瑞士，同时还去了德国慕尼黑、新天鹅堡，15天走遍70%的瑞士，伯列纳列车、冰河列车、黄金列车，就连秘境的五湖践行、葡萄梯田漫游，全都走好走满。这系列的影片精彩万分，邀请您跟我们一起去旅游吧。去哪里啊？这一趟要去瑞士玩，真的？但是要去新加坡走多久4个小时。哇塞！好想睡觉。新加坡4个小时，到瑞士呢？到瑞士好像可以13个小时。好久。好吧。超好吃的哈，新加坡菜。对呀，我觉得比什么华航啊、长荣都好吃，超好吃。好了，到了新加坡，我们要转机到瑞士，要将近13个小时。雅令在这里准备漫长的抗战。经过13个小时的漫长飞行，回报给我们的是非常震撼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瑞士境内阿尔卑斯山山脉，其中有马特洪峰、少女峰、僧侣峰、艾格峰，这些日照金山的景象，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同时，这次的旅游，我们也都将搭乘列车、缆车，近距离的去欣赏瑞士的这些国宝神山。现在这种鸟瞰的方式，同时还要再搭配阳光的照射，才可以呈现出这么美丽的画面，让我们静静的欣赏这壮阔的山脉吧。瑞士的日出被我拍到了，刚好转过来，好美哦！拍一张照片，哦，好美！哇塞，好漂亮哦！哇塞！哇！转吧！这个角度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什么？啊？像什么？这个叫做 Interstellar。哦，那个。到了，好赞！到瑞士喽！到瑞士了，到瑞士了！到瑞士喽！走，耶！进入机场喽，好漂亮哦！后面很大，这里感觉就是这样。对，去不知道哪里。对，shuttle bus。欢迎光临，欢迎来到瑞士，踏入了瑞士的国土。第一次，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哇，很干净的一个国家哈。哇，空气也很好。葱面包，你们觉得很好笑吗？From Taiwan。啊，是树林他要的。对。然后这边都属林的。对。哦，这全部都属林。上去拍吗？人比较高，比较瘦。嗨，你好，你好，你好，再见。这里是苏黎世湖啦。哦。哇，到库尔一个大城市，是吧？你讲的。对。库尔呢？是个老城。老城呢，还有人帮忙我们，有没有？我觉得瑞士人。刚才一个先生，他走在我们前面，他主动问我们说他去哪里。他看我们是
是观光客待在对对，Migros 超商，对，超市。早餐嘛，我觉得早餐好像不用了吧。那边也有是鲔鱼，也有蔬菜，一片4块多。为什么？哇，这个蛋糕我好想吃啊！4块3，这鸡翅蛋糕3块5。在超商补给完午餐以后，接着我们就要搭他们的普通列车到他们的瑞士右方的边境，也就是提拉诺，它是属于意大利的一个小镇。我们要利用 Google 来搜寻，搭乘他们的列车，当然一定会透过2班、3班的转车工作。我连呐，等火车来，我们只有红灯的，他过完换我们过。第一次踏入瑞士国土的人，一定会哇，好大的麦田，好大的草原，美啊！坐了半天，直到 Tusas， 还好我们发现的早，这班车不会到菲利苏河，所以赶快下车。瑞士的铁路极为发达，自助旅行没有问题。在车上，查票员不定时的会出来查票，所以购买瑞士 Swiss Pass 随时要备妥。今天的重头戏来了，就是在菲利苏尔 这个车站，我们将看到梦寐以求的画面。以往我们在电视或电影里看到瑞士红色的列车穿越大草原进入山洞的画面，这是令人多么向往的。现在我们就身临其境。现在的感觉就有点像是进入月历里面美丽的画面中，只不过现在是3D 的立体呈现的，当然就更震撼了。Next stop, 菲利苏。哇哦！我们现在就行驶在兰德瓦萨拱桥的上方，由车上往下看，非常宏伟壮阔的桥。这个场景感觉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都似曾相识。到喽，我们到了 Fischer， 然后呢？我们在哪里？我们刚才是这样子，火车这样进来，所以我们应该有，对，我们他故意开得很慢，我们进了山洞，然后就在这里。那我们要往下走，所以我们如果要走的话，刚刚有讲，好像也不会太远呢。他不知道走哪个黄色的 trail， 对 ，P 然后再过来吧，可能是这样子之类的，8还是这样子，或者是这里，对，那么就跟着指标走走看，要不要？走到9这个位置，好啊。可是要不要寄行李啊？这里，有没有看到？对 ，Landwasser Viaduct。对，这也可能从这上面过去。这些美呀！大姐都在。Guten Tag。好好笑。刚刚那个大妈，对呀。Guten Tag，对不对？对。不是，哇 ，hiking 呢？来瑞士 hiking， 耶！
多良车站的彩绘列车开到瑞士的。哎，那走，我们再走一下就会到桥了，是不是？对。电影情节都在这里拍的吗？我哪里在？桂河大桥。哦 ，Mission Impossible。这么小的一个人在那边，他们从桥下一直往上看，就看到这个壮阔的，这叫什么？铁路德兰桥，德瓦桥。哎，好，我们到了这个 Landwasset Viaduct 1080米的终点。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终点是什么。哇！哎，老公，这个角度火车进那个进山洞。山洞里面。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列车进山洞的画面，我们来探究一下，到底有多么的震撼。这要小心，要不然就要到上面，不然这里就是我不知道 O 不 OK， 就是不会被挡住洞的嘛。对，就是这里。刚才我们拍到就是这个地方哈，对，在火车上看到。对，你就是可以有静态的。然后火车就是从这个山洞出来，对不对哈？经过这个最有名的一个叫做什么？进入它的 Fraser 车站前的一个，也是一个山洞洞口。不过我觉得最大的桥是那里耶，那所以的影响在这边超级美的。而且那边嘞，那边可爱的火车来了，等到你喽。哦，等一下哦，等一下哦。哇哦，总算看到了经典的画面，任务完成。接着来逛逛这个 Filishucher 这个小镇。我们不是走向 Safe ，No problem. Thank you. Wow. From 1930. 来瑞士绝对不用到超商花钱买饮用水，瑞士到处都有这种来自阿尔卑斯山脉直接供应的最纯真的矿泉水。原来居民呢都会努力的割着野草，难怪整个瑞士都那么漂亮。看到了经典的画面，列车行驶拱桥，穿越山洞之后，我们要继续往下面一个行程走。好多观光车哦。我们现在行驶的路段是伯列纳观光列车所行驶的经典路线，沿途山川秀丽，非常壮阔。但是我们却是坐一般的普通列车，它的好处是可以开窗，看到好多同样来旅游的小朋友对着窗外大喊欢呼，感受大自然的气流。我们当然也不遑多让，稳，手要稳一点。我是说可以。你看我，你不要出来啊！你绝对不要出来。For viewing, this is the best side. Okay. Oh, best Better side. stay this side. Wow.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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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们这个角度可能最好哎。从瑞士的库尔要到意大利境内的提拉诺，全长总共144公里。它穿越了55个隧道跟196座桥梁。因为途中经过海拔4049公尺的皮兹伯连纳山，所以才得名为
伯莲纳列车。好了，雅丽，我们为什么突然间会坐巴士？就是我们在那个菲利树河那里的那个火车，它就突然换月台，我们就没赶上。最后3分钟换月台，从第2月台换到第1月台，结果火车就赶不上，害我们就坐下一往后挪了1个钟头的车，结果到这个站，结果坐到这里，Sami Dam 这个站，结果到 Sami Dam 呢没有火车了，对，它要45分钟以后才有。结果人家说我们可以用巴士，我们去问information5点5分就有一班，所以呢，我们只能坐巴士。好吧，气归气，想想坐巴士有另外一种视野跟风情，也就调整好心情了。6月份的瑞士，没想到气候那么炎热，动辄30度以上，33、34度，而且巴士没有冷气。哇，这个终于换我，还好我没有换位置，换位置。哇，我们刚才从意大利，然后呢？这边好像也是意大利啊，但是他说过了火车站，好像是意大利的样子。对啊，这不知道意大利还是瑞士。特别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瑞士的臭火车，就是临时改月台之后，所以我们就全部都落了班次。对，然后我们都是问 information center， 然后他都是介绍坐巴士，然后是蛮快的啦。自从巴士到了意大利之后就很惨，意大利都完全说那是瑞士的事，那是瑞士，他都不懂。我没有玩，而且最重要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的 eSIM 卡在那边完全行不通，这个可能也不行。现在也不行，SIM 卡我们没有办法查地址查什么，还好，还好。结果我们现在要住的地方在前面这里 ，Hotel Corona， 到了。啊？ Check in today, so this is the number, order number. Yes. Do you see? 对，你已经疯了。但也许不要那么重的行李就 OK， 而且今天太累了。对。到了，我们第一晚瑞士之旅第一晚却是住在意大利，哈，提拉诺。小小简陋的房间，没有冷气。对。他这边是晚上会冷吗？没有冷气耶。欧洲不是很多都没有冷气。对。我看一下窗户啊。我看卫浴是这样子，是不是？哦，干湿分离。厕所。好。小小的，看一下窗外吧。没有 view。没有 view 啊。好了，总算找到住宿的地方，感恩了。对，完全不晓得这是什么 pasta 意大利面。然后来到意大利，我们吃意大利披萨。来，各位，感冒了哈。然后呢，喝水，我来一个啤酒，开吃。好多人哦。怎么样？没有吃过这么薄的披萨。好吃吗？好吃啊，很好吃啊。好好吃，稍微咸了一点点。哎，没吃过那么薄的披萨哎。很省是吧？超薄的。那吃吃看，我来吃吃看，怎么样？肉很香。然后呢，面太硬。腌制的培根很香，但很咸，但面超级硬的。所以就是意大利人喜欢吃这么硬的口味吗？可能吧。披萨很薄，很好吃，不错。虽然现在是晚上8、9点了，天还亮得很呢，
享受完美食，要好好睡个觉，明天再带各位去逛逛这个有名的古城 Tirano。哦，刚好哎，是那个。